Hello，Lucas 这里这个视频呢，将会示范啊、线上图书馆管理系统的其中的一小部分这个自动生成条码啊、它还分成两个部分，然后这个会员的身份ID 或者是书本的这个 ID 啊、都是用条码的形式来呈现不过在这个视频里面呢，我只会讲这个，因为基本上这两个是一样的只是用在不同的地方为什么我们需要用到这个条码而且它是digital 的数码化数码化的这边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去探讨现有的做法我们每个会员图书馆它一定会有一个看得到摸得到的这个会员卡但是如果我们用数码化的那这一个部分我们就不要再用了就不需要再用了然后我们用什么代替呢？会员呢，它可以用这个数码化的条码存在他们的手机里面可以给这个图书馆管理员扫描扫描过后这一个条码它里面它可以把资料提出来在云端那里里面已经全有一些的资讯一些的资料它可以把它提出来，当这个会员在借书的时候我们有两种方法了要自动生成这个条码一个是说新的会员他要去到这个图书馆在图书馆管理员面前在那边注册我预测他们是用手机来注册了他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表格不过呢这个表格其实如果做真正的要用的表格它还会有上面加多一个 input 一个新的地方给会员注册时候填进去这个其实是我们叫做邀请码为什么要有这个邀请码呢因为我们不希望每个人他们知道这个网址他们就随便可以注册，所以这个是主旨不是任何人可以注册成为会员而且他要新的会员他要当场到图书馆去向这个管理员拿到这个邀请码差不多将会是这个样子这里有一个列子它的第一个空格就是要填进去邀请码邀请码它可以是在号码的情况之下了如果你们想知道说更清楚这个条码不是条码这个邀请码是怎么操作可以来到这一个YouTube 我已经之前我做另外一个文案的时候是另外一个 project 了我已经有做了这个邀请码的示范你们可以去看一下这个视频它是怎么操作不过在这个视频里面因为讲这一个需要一点时间我就节省一些时间所以就用另外的一个视频来代替我们先来看它里面的一些资料原始的资料它是这个样子的它的是 .dpf 它是线下的一些资料我把它从一架很旧的电脑提出来你可以看得到它有很多的这个 columns 从上到下这个 columns 它有这么多
在示范的视频里面哈，我不会讲这么多了，因为每一个都出来的话，要把它提取出来后的话，就要花很多时间，所以呢，我只提取了四排的哈。四排的这个资料就是这里要他参加这个会员参加什么团体他的这一个条码的里面的一些那个号码名字跟这个登记号码啦，就这10个了所以我已经从这个原始的资料我把它提取出来，然后呢，我放上去云端了经过这个浏览器browser 就在这样子的状态把它呈现出来这一个资料的显示它有一些优点它上面已经跟你讲了它是 Live Edit 我先讲一下这个 Live Edit 是什么意思比如说我现在要改这个 Lucas 我再加一个，可能我加一个字了我加W 了，比如说了我加 W 了改好之后就外面按一下它就改好了它这个新的资料就进去了，就是这么简单任何的这些每一个 columns 都可以以这样子的方法来改里面资料，所以是非常的方便第二个它是可以把它洗掉了这里有一个按钮比如说我现在要洗掉这一行我 delete 了我按这个按钮 delete 它会跟你确定Are you sure you want to remove this 你确定要把它消除掉吗？你按 OK 的话，它就洗掉了所以就这么简单。其实，在真正的其他的文案我还有一个 Live add 这是加进去其实我按一下它会出现新的一行也是可以用同样的方法把这些新的资料加进去。不过呢，在这一个视频里面加进去资料我们是利用这个表格当新的会员他填进去资料过后，这里就会出现新的一行新的会员的资料这样子我们现在回来这一个我们讲 diagram 我们还在讲这第一种方法全部的这个 fields require 了意思就是说在这个表格里面每一行每一个input 这里一定要填不填的话它会出现一个 error 它一定要叫你填我这里随便打一个 AA 这个我没有填的话它也是会叫你填所以我随便打111，然后第三个这个是一个选择题了你 click 下它会 ABCDEF 或者是我可以再加进去那个选项这个的它有跟你讲说这个 select 这个不能够被选原因是这个是空的如果你按的话它讲 please select an item in the list 这个不能够选，你一定要随便选一个它才会接受你的提交所以这个不能够选我们现在就来试试看提交上去这个新会员的资料提交过后OK 这个等一下我讲我再讲它会出现一个会员自动生成的条码之后呢，这个会员可以tab 我用了这个字 tab 因为我预测说会员是用手机去注册了excuse OK 我们现在就来试试看我不要用这一个我这边已经有填好sorry 我要填好已经填好的我要填这个我就按提交了提交过后他跟你讲说你这个注册已经完成了，然后已经生成了一个条码在这里这个是你的会员证了然后呢你要 tap
就是说用手指在手机那边屏幕按一下了哈。在电脑我也是可以做了哈，但是我用 mouse 我 click 一下哈。OK， 我现在就 click 一下了哈。这个100017哈，这个就是新的会员他的这个barcode哈，他的条码哈。我按一下，这里会出现一个它download啊。OK， 我打开好了。它download完，它就下载完之后，它就会打开哈。类似这样子所以这一个相片，当新的会员要结束的时候，他就给这个barcode给管理员看一下啦，然后给他扫描哈。所以这个是这边第一种的方法。第二种呢，其实是现有的会员。现有的会员因为某种原因可能他手机坏掉换新的手机所以呢，他必须要拿到新的这个barcode条码或者是他可能已经拿到了这个barcode存在他的手机，不是可能他洗掉，而者是他不知道丢到哪里去了找不到，那他就必须去到另一页打进去他的登记号码。同样的，他也可以拿到他的这一个barcode之后呢，跟之前的一样就是把它存进他的手机里面我们就来试试看比如说 OK， 这一个好了，就是我们刚才打进去的OK， 我忘记了一件事因为我们刚才已经提交了我们要看到它新的资料先所以我就更新它更新它的话，你看这个就是我们刚才新会员进去的资料所以这一个新的会员它的登记号码在这里我来到这一页的话，我打进去我去搜寻它就出来了10017如果你看到这里10017还有它的一些 group 它的那个名字就在这里一模一样或者是我再试一次利用这一个如果我在搜寻的话它10016然后这个是它的资料WTC， 然后 DEF 这边 DEF 这一个我要讲一下如果 OK 我 reset 我其实是比较倾向这一种的登记号码它没有那个 dash 就好像这个 dash 不过以后了我可以写一些一个程序我可以一次过把这些 dash 把它丢掉原因是如果在手机你一直打那个这个 dash 其实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不过这个是以后了以后我可以把这个 dash 丢掉在这个资料库里面还有一个我漏掉的是这一行当会员新注册的时候他能够检查说到底里面有没有重复这个登记号码因为什么？如果你登记号码重复的话这一个功能就不能够做到了，因为里面有2行它到底要去用哪一行的资料呢？是不是所以这个就变成一个必须说当这个新会员注册的时候他一定这个登记号码一定是只有一个独一无二这样子的话，这一个功能它才会正常的操作所以我现在如果我再去放进同样的登记号码了我还是放进这个好了如果我现在我重新填过一次了这个名字就不管它了因为重要的是这个登记号码
所以我现在打进去哈，这个已经在资料库现有的这个登记号码已经在资料库里面了。如果我提交的话它会出现一个 error 他跟你讲说 IC 已经在资料库了所以它没有增加这个新的会员进去这一个就是说它不会把这个新的资料进去如果我更新我更新这一页的话，OK， 你看它还是旧的它不会进去所以就防止了这个我们讲重复的 IC 号码进去我们的资料库这个视频就到这里为止谢谢。